丧尸病毒爆发，弹尽粮绝，15岁女儿躺在沙发上，一脸淡定。宝宝，我呀要幼年早逝了呢。我决定向女儿的亲爸求助，电话打了，通了。当晚，一个丧尸在门外哐哐敲门。丧尸一身西装革履，面容精致，皮肤灰白，漂亮的眼睛透着诡异的白。他和其他丧尸不同，身上没有血污，衣着讲究，一如之前贵公子形象。女儿不淡定了，破防大喊：妈，你把电话打给丧尸王了？丧尸病毒突然在全球爆发，整个世界都乱套了，到处都是丧尸，遍地的尸体，残肢断臂。病毒爆发前，网上有很多城市新闻都报道了新冠病毒复阳，多地区学校都延迟开学的新闻。我也收到了幼儿园延迟开学的通知。经历过第一次大规模隔离后，我有了未雨绸缪囤积粮食的习惯。看到网上新闻后，就在家里囤积了不少吃喝用品，然后和女儿在家里，非必要不外出。没想到，因此我和女儿躲过了这凶险的一劫。我和女儿没死在第一批，但也撑不了多久了，因为我囤的东西并不多，坚持了40天。如今也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，女儿才5岁，叫可乐。她一开始看到那些变异发狂的丧尸还会被吓哭，现在看到丧尸已经不怎么害怕了，也会在外面有动静的时候爬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丧尸爆发初期，业主群一片喧闹，不一会儿就999加。现在的业主群里已经没几个活人了，他们有很多都是撑不住，又不想被丧尸咬，直接从楼上跳下去的。女儿迈着小短腿跑过来，奶声奶气地问我：妈妈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消息，但我又不想扫孩子的兴，故作思考道：“那我先听坏消息吧。”女儿极为认真道：“坏消息就是我们没多少吃的了。那好消息是什么？”好消息是咱俩可以不变丧尸，变饿死鬼。女儿还一脸淡定地安慰我：“妈妈，你别害怕，不被丧尸咬就不疼的。这辈子咱俩没做几年母女，下辈子我还给你做母女，弥补这辈子。”我嘴角抽了抽，一时心情复杂。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小家伙在玩抽象，毕竟他之前就是个网络冲浪小能手，什么热搜、抽象文学他学的不少，而且经常对我活学活用。但我又听着他的话，莫名心酸难过。他才5岁，怎么就经历上末世了呢？女儿躺在沙发上，脸上莫名多了一种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淡然，微微叹息一声：“宝宝，我呀就要幼年早逝了呢。”我压了压胸口的闷胀，温柔地安慰他：“别瞎说，宝宝不会幼年早逝，妈妈会保护宝宝的，会有人来救我们的，一定会的，我相信。因为我在10天前收到了官方发的信息，说他们会来救我们，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类。在等待救援的期间，我也要考虑外出寻找食物了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准备向那个人求助。谢斐然，谢家太子爷，也是女儿的亲爸，他身边保镖那么多，应该没被感染，物资应该也有很多。只不过当年的事我们闹得很不愉快，他应该恨极了我，不知道会不会帮我。犹豫了半晌，在手机上输入了谢斐然的电话号码，但我没有拨过去。女儿凑过来问我：“妈妈，你终于准备给我爸打电话了吗？”我猛然扭头，一脸疑惑：“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爸的电话？”女儿挥了挥小手，理不直气也壮：“你喝醉后，我套话套出来的。”我不可置信道：“于可可，你趁我喝醉套我话？”女儿一副小大人的模样，理所当然道：“那咋啦？都是母子，你有什么小秘密是我不能知道的？”我一愣，脑袋冒出一个问号，有点被气到，笑了：“我是你妈，还不能有点隐私了？”女儿眨巴着大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一本正经地反问：“你生气了？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骗我说我爸改了，结果我套话套出他没改，我都没生气。你欺骗我，还配合你的谎言，认真表演。现在你还反过来生我气，我觉得你有点不讲理了。”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。不是5岁的孩子小脑瓜都这么聪明，逻辑这么清晰吗？怎么听起来好像确实是我错了呢？我认认真真思考了他的话，好像确实是我先骗的他，我有错。女儿这时叉着腰，跟个大人似的问我：“你知道错了没？”我下意识知道错了，随即女儿大方地摆摆手：“行吧，我大方地原谅你了，你还是赶紧给我爸打电话吧。”哎，好嘞。然后我想也没想就按了拨通键，电话响了10几秒，被接通了。女儿立马伸出小手按了免提，我没听到对面说话，莫名紧张起来。喂，谢斐然，我是于芝芝。对面传来一声很淡的就没声音了。我心底没底，更加紧张。那个，我们当初分手后，我怀孕了，是个女孩，她现在5岁了，我们被困住了。我一下子卡壳，说不下去了。妈妈，让我来跟她说。女儿这时拿过手机，喂，你好，你闺女要嘎了，饿要饭，你懂。谢斐然又嗯了声，女儿以为她听懂了，立马报了我们现在小区的名字。你可得快点来哦，不然就只能给我和我妈收尸了。
谢斐然。挂断电话后，女儿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，兴奋道：“妈，咱俩有救了！”我抿着唇没说话，心情挺复杂，又觉得有点奇怪。谢斐然全程只说了3个，他以前不善言辞，也没有不善言辞到这个地步吧？分手后，他的性格更孤僻了，而且我说那些话，他一句质疑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当晚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晚上10点，寂静的门外传来杂乱的声音，我和女儿都没睡，立马警惕起来。妈妈，是爸爸来了吗？我直直地盯着紧闭的门，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若是丧尸，那一定会发出嘶吼的声音，但外面并没有嘶吼的声音。我想，应该是谢斐然派人来了。于是我说，应该是你爸爸派人来了。女儿一听，立马跑过去看。这时门刚好被哐哐敲响，女儿踩着门口堆的柜子，透过猫眼往外看。下一秒，他人都傻了，扭头冲我大喊：“妈，你把电话打给丧尸王了！丧尸王带着一群丧尸小弟，看样子要把咱家夷为平地。”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快速跑过来，朝猫眼看去，赫然看到了谢斐然那张熟悉的俊脸。他一身西装革履，面容精致，皮肤灰白，漂亮的眼睛透着诡异的白，身旁还围着7、8个丧尸。与其他丧尸不同，他身上没有血污，衣着讲究，一如之前贵公子形象。从其他丧尸对他臣服的姿态来看，他确实是丧尸王。突然，他像是察觉到有人看他，灰白的眼眸闪过一抹红色的鬼光，歪头与我在猫眼里对视上了。我吓得心脏狂跳，本能退开。下一秒，门再次被敲响，女儿抬头看我，真诚发问：“妈妈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记错电话了？”我也很想认为自己是打错电话了，但事实就是谢斐然真的成了丧尸王，他确实是你爸。我神经紧绷，赶紧去厨房拿了把菜刀，警惕地盯着门。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躺回了沙发上，一副活人微死模样。我爸也真是的，变丧尸王了还接电话，让他给我们娘俩送点饭，结果他想把咱娘俩当饭。宝宝，我呀要被秦爸回收了你。我额角青筋跳动了几下，一脸凝重严肃，呸呸呸！于可可，你给我住嘴，别说不吉利的话，快去房间里把门锁好，切记没听到我叫你不许开门。女儿一下子哭了，站起身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妈妈，我眼窝热了下，眼泪紧随而落，满腔尽是难过、悲哀、不舍、绝望。我深知我根本敌不过门外的那些丧尸，可我决定奋力一搏，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：活着，我们一定要活着，等到救援队的到来。我强忍着，哽咽道：“乖，相信妈妈会没事的，一定会的。”女儿擦了擦眼泪，点点头，乖乖进房间，关上门。听到门上锁的声音后，我赶紧推着沙发挡在沙发门口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丧尸嘶吼发狂的声音，我强忍着恐惧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原来是谢斐然的敲门声吸引了楼上的和楼梯间里的丧尸。几个丧尸嘶吼着朝谢斐然以及他身边的丧尸冲去。下一瞬，谢斐然那双朦胧的眼睛再次发出诡异的红光，光是通过猫眼去看，都能感受到谢斐然的高大身躯散发出的强大压迫感。发狂的丧尸上一秒张牙舞爪，下一秒乖乖臣服。吼！谢斐然低吼了一声，随他而来的丧尸们纷纷从身后掏出了一把消防斧，朝着刚刚臣服的丧尸砍去。手起斧落，丧尸倒地，身首异处，画面血腥恐怖。我瞳孔骤缩，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，手抖得几乎要拿不稳菜刀。谢斐然连臣服自己的丧尸都杀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一时间，我大脑宕机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心中突然蔓延无限的绝望与恐惧。看来我和女儿难逃一劫了。谢斐然缓缓转身，眼眸的鬼光显示着他危险的信号。他不再敲门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打了个电话。一墙之隔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可我不敢接，快速按了挂断。谢斐然歪头看着挂断的电话，似在思考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打了过来，我太过惊吓，手忙脚乱中按了接通。开门。谢斐然的声音嘶哑无比，他是丧尸王，是有意识有智慧的，不然也不会找到这儿来。谢斐然，你别吃我和女儿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听得懂我说话，我求你放过我们好不好？我颤抖着开口求他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淌着。我是开门。不要，你走吧，我求你了，你走吧。我一边哭一边说，你们都太可怕了，你就当我没给你打过电话，好不好？谢斐然没再说话，几秒后挂断了电话。我浑身抖着，撑着门往外看，谢斐然真的领着丧尸们走了。门外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中，我松了口气，再也撑不住，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。还好他真的走了。突然手机响了下，我下意识看去，就看到谢斐然发来的短信：门口饭。方才我的注意力都在谢斐然和那些丧尸身上，根本没注意到门口地上有东西。看到谢斐然的短信后，我才发现门口地上放着几个背包。观察外面没有丧尸后，我快速开门把背包拉了进来。打开一眼，里面是饼干、罐头、方便面、奶粉、面包、火腿肠，还有一些米和面。好消息，这些食物又够我和女儿吃一段时间。坏消息，没有水。C 城距离 A 城最近，但比 A 城发展落后了一大截。灾难降临后，这座城市撑了仅仅1个月，网络、电力、水、燃气便全部陷入瘫痪。这些天我们喝的都是我买的矿泉水。我们曾经
居住在老小区，在之前疫情居家期间遭遇过几次长达1周的停水断电。停水断电的影响太过致命，所以当时我买了一台发电机，搬家后没丢，带了过来。没想到现在刚好派上了用场。至于水，我们的矿泉水仅剩2升，节省点喝，最多撑3、4天。女儿看到谢斐然送来的物资，一脸惊喜。天上下物资啦！我眼皮颤了颤，一脸复杂。你丧尸爸送来的？女儿震惊。我丧尸爸可以呀，看来是我们误会他了，他真是来送饭的。我轻嗯了声。不过，女儿顿了下，没有水啊，水也太干巴了，有饭没水，咱娘俩要变渴死鬼。沉默了几秒后，我说明天我出去找水，你乖乖在家待着。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，我抱着一丝希望向谢斐然求助。当看到谢斐然出现在门口，还是丧尸王时，我是绝望的。但看到这些物资，我又升起了一丝希望。充满丧尸的世界，到处都是危险，令人恐惧、绝望，生存成了第一难题。谢斐然成了丧尸王，有意识，能控制丧尸，杀丧尸。还给我们送了物资，我想或许我可以继续向他求助，在等待官方救援来之前，利用他帮我们寻找资源。思考之际，女儿也说，外面太危险了，让我丧尸爸再帮我们送点水呗。他是丧尸王，丧尸都不咬他的。说着，女儿直接拿出手机给谢斐然打电话，电话很快被接通。女儿笑得很甜，自来熟地说道，喂，丧尸爸你好，你闺女可乐呀。谢斐然声音低哑地嗯了声。女儿收到回应，继续说道，谢谢爸爸给我们娘俩送的饭，但饭有点太干巴了，可要水，懂？谢斐然，爸爸，你会给我们送水的，对吧？谢斐然，女儿甜甜一笑，谢谢爸爸，爸爸你真好，可乐爱你哦。漆黑的楼道中，谢斐然高大的身躯站在最顶端的台阶上，双眸闪着红色的鬼光，射向面前的10几只丧尸身上。他拿着手机，看不清脸，但其他丧尸们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王此刻气场柔和。而当手机微弱的光熄灭的那一刻，强大的危险信号和杀意瞬间袭来。谢斐然盯着熄屏的手机看了几秒，脑子里俨然是那道奶甜的声音。谢谢爸爸，爸爸你真好，可乐爱你哦。几秒后，他将手机放进口袋里，他看着楼梯道里的丧尸，歪了歪头，似在思考要不要杀。缓缓，他迈下楼梯，丧尸们立马让开一条路，安静地跟在他身后。到达下一楼层，谢斐然推开楼梯间的门，开始寻找这一楼层的丧尸。遇到丧尸便立刻控制，又到下一层，再下一层。走到1层时，他的身后已经跟了20几只丧尸。谢斐然领着丧尸们走出单元楼，低吼了一声，嘶吼，扫楼，杀！原本跟着他的那8只丧尸立马嘶吼回应，随即快速朝周围的几栋单元楼走去。而谢斐然则领着10几具丧尸走到了一个距离12号单元楼很远的空地上停下。他不知从哪掏出一副黑色真皮手套，慢条斯理的给自己戴上，然后掀开身后的西装下摆，从腰间掏出一把消防斧，转身手起斧落，干净利落的砍下1只丧尸的头颅，接着是第2只、第3只。很快，那些刚刚臣服他的丧尸全部被砍杀。谢斐然站在尸体中，手里锋利的消防斧正一滴一滴往下滴血，灰白的脸上沾上了点点血迹，漂亮灰白的脸庞阴冷，脸上的血液更为他添了几分危险气息。他走到一辆越野车前，跳上去坐在车顶，单腿屈起，手里消防斧抬起落下，砸在车上，发出砰的巨大声响。普通的丧尸眼睛看不清，但对声音极为敏感。周围饥饿游荡的丧尸听到声音，立马发出嘶吼声，激动地围了上来。被鬼光射向后，又安静臣服。砰砰，谢斐然慢条斯理，一下一下缓慢又重力地敲击着车子，发出声响，吸引来更多的丧尸。敲击声持续了很久，周围聚集了上百只丧尸后，他握紧消防斧，跳下车子，猎杀时刻开启。他身手敏捷，手握消防斧砍向丧尸们，宛若地狱阎罗一般，尸体一具接着一具倒下，堆积一地。很快，空地上只剩下他一个，他踩着尸体再次跳上车子，故技重施，仍旧有丧尸被声音吸引而来，臣服，被杀。最后，黎明来临，谢斐然站在尸山血海中，一张染血的脸，妖冶俊美，夺人心魄。他握着滴血的消防斧，直直地盯着对面的丧尸看，那是一直有潜质成为这片区域中丧尸王的变异丧尸。谢斐然眼眸微眯，杀意凛然，他的脑子里有金河，他要杀了他。而那只变异丧尸感知到了危险，率先发动攻击。片刻后，尸体堆积的小山以及3辆被凿开油箱的车子被点燃，火光冲天。谢斐然摘下手套，把玩着手里小小的金河，一脚把那具变异丧尸的尸体踢进了火中。一夜之间，那些在小区里游荡的丧尸全部消失了，门外的尸体也不见了，血迹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不是看到谢斐然送来的物资都在，我都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了。看来门口的尸体、小区里的丧尸都是被谢斐然清理掉了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至少我紧绷了40天的弦可以松一松了。外面格外安静，没有往日丧尸的嘶吼声。女儿很快也发现丧尸都没了。妈妈，好奇怪啊，外面好像没丧尸了，会不会是我丧尸爸给丧尸都清理了？我点点头，应该是。女儿眼睛一亮，夸赞道：我
尸爸可以啊，有我丧尸爸在，咱们应该能生存下去的。我又点点头。中午时我听到门口有动静，上前一看，是谢斐然提着一个大的行李箱在门口，他自己来的。我注意到他身上的西服不是昨天穿的那套，但依旧干净好看，令人惊艳。有些人做人身份金贵，衣着讲究就算了，做诗居然还能这么讲究，惊艳全场。是人比人能气死人，诗比诗也能气死诗的程度。谢斐然将行李箱放到门口，站到不远处给我发了消息。门口水。发完消息，我等了很久，他都没走，那双灰白的眼睛不再闪烁鬼光，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门看。我想他大概是想看看我们，于是我发短信问他：你想看看我们是吗？他秒回：门口。我牵着女儿的手缓缓打开了门。我幻想过很多种与谢斐然重逢的画面，但从没想过眼前这种。那双朦胧灰白的眼眸与我隔空对视，我看不到他眼眸中的情绪，心脏却微微颤抖，情绪无法言喻。女儿一边牵着我，一边激动地冲谢斐然挥手，她眼睛亮晶晶的，兴奋地和谢斐然打招呼：爸爸，我是可乐呀，你可爱的宝宝，咱们父女俩终于见面了，你好帅呀，爸爸，比电视里的明星还帅，而且和我心目中爸爸的形象一模一样，不，比我心目中的还要高大帅气。这小家伙最会哄人了，彩虹屁是一套又一套的，把对面的丧尸爸都夸害羞了，眼睫轻颤，微微低头。这是皮肤不能变色，不然按照谢斐然那容易害羞的性子，怕是现在都已经红温了。谢斐然喉结动了动，慢吞吞地吐出2个字：别夸。他的嗓音依旧嘶哑。女儿竖起手指朝他左右晃了晃，表情生动极了。我可没有夸你哦，我是在实事求是。这彩虹屁炉火纯青，直接提高了一个档次。谢斐然指着行李箱：水。女儿惊喜极了，再次变成夸夸怪。哇，爸爸你太酷了！我宣布你是世界上最酷最厉害的爸爸！拜托，在末世有个丧尸王的爸爸真的超帅的！爸爸，我为你自豪，我为你骄傲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。谢斐然被夸得垂着头，根本不敢看女儿。女儿还想继续夸，我没忍住打断她：差不多得了，你爸是一害羞体质，你再夸他都要低到地上去了。谢斐然点点头。女儿1秒收，变成一副小大人模样。那好，闲话少说，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吧。谢斐然歪头，茫然地看向女儿，似好奇她想问什么。其实我也有点好奇。下一秒，我就听到女儿问：你结婚了吗？有别的孩子吗？我愣了下，看着谢斐然，心里升起一抹隐秘的情绪。谢斐然也看向我，摇摇头，喉结耸动。没。那太好了，不是，我是说，那我就是你唯一的仔。女儿的小脑瓜转得真快，意识到自己说什么，立马转变画风。爸爸，我是你的仔，对吧？谢斐然点点头。女儿眼睛眨了眨，灵晶灵晶的。那抛开你俩当初分手不谈，她是我的妈妈，4舍5入，也就是你的老婆，对吧？什么4舍5入？怎么4舍5入的？谢斐然思考了几秒，再次点头。是老婆。女儿继续说道。那我们是你的老婆孩子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是不是要好好保护我们娘俩？破案了，这小家伙是在给谢斐然洗脑，关键是还洗脑成功了。将行李箱拉进屋里，重新关上门后，女儿凑到我耳边小声说：妈，我这招不错吧？我眼皮颤了颤，你是懂4舍5入的。女儿不好意思地摆手：鸡仓勿夸，一羞羞。虽然不知道你俩因为啥分手，但我可没有把你卖了哦。现在非常时期，咱们可以一边让他给咱们当保护伞，一边等待救援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他伤害你，占你便宜的。这小家伙真是全面遗传了他爸的高智商基因，我有种上不如老，下不如小的既视感。之后，谢斐然每天都会送来一些物资、日用品、药品、食物等，每次发消息都会带上老婆。每次来，他的衣服都不重样，我都怀疑他到底是从哪找的那么多衣服。一天一件，真的不会有穿完的一天吗？女儿没几天就跟谢斐然混熟了，爸爸长爸爸短，彩虹屁要把爸爸捧上天。日子一天天地过，我们依旧没等到救援队，也没再收到官方发的救援短信。谢斐然站的位置离门口越来越近，这次他直接站到了门口。他应该是又发生了一遍，眼睛不再是灰白色，而是黑红色，说话也不再缓慢卡顿，嗓音一如从前那般好听。还怕我吗？要是不怕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我犹豫了几秒，最终决定让他进来。门被关上，我转身，忽然被他抱住，我心头颤了颤，呼吸一滞。下一瞬，他在我的耳边说了句：好想你。声音极低极低，机不可闻，但是听得真切。我大脑空了一瞬，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很快很乱。我没推开他，任由他抱着。不知道过了多少秒，一旁的女儿忍不住开口：抱半天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，再抱下去就不礼貌了。谢斐然这才慢吞吞、依依不舍地松开我。女儿立马上来教育谢斐然，一副小大人模样：爸爸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是丧尸，我妈是人类，你俩抱一下可以，可不能亲亲哦。丧尸嘴巴里都是病毒，你又是丧尸王，嘴巴里的肯定是毒王，你可不能把我妈亲成丧尸哦，我可就这一个嘛。
不是，这孩子关心的点好像没毛病。谢斐然低头看着女儿，认真说道：可以亲亲，病毒是通过血液感染的。又过了7天，晚上，谢斐然悄悄推开了主卧的门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他弯腰凑近，动作轻柔地在我额头印下一吻，冰凉的触感沿着脉络直抵心脏深处，我的心跳逐渐加快。接着，他又在女儿的额头亲了下，帮我们盖好被子，再小心翼翼地出去，关上门。几分钟后，我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谢斐然出去了。这几天他都是这样，趁我和女儿睡后，亲吻一下我们的额头，然后拿着钥匙离开。天亮后又会换上新的衣服回来，但嗅觉敏锐的我可以清晰地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血腥味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出去做什么了。第2天，我打开房间门，就看到谢斐然躺在客厅沙发上休息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走近，蹲下看他，灰白色精致漂亮的脸庞透着疲倦，几缕碎发散在额前，修眉微蹙，长睫细密。他是谢斐然啊，天之骄子 ，A 城谢家最受宠的小少爷啊。如今却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他太瘦了，瘦得让人心疼，凛冽一把骨，仿佛稍微大一点的风都能把他吹跑。我心里涌起一团色，眼眶竟然有些热，伸手拨了拨额前碎发，忍不住喃喃低语：谢斐然，你为什么瘦成了这样？这几年你过得不好吗？不好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好。谢斐然睁开了眼，冰凉漂亮的大手握住我的，沙哑的声音透着几分委屈。我心脏漏掉一拍，心下有些慌乱。于芝芝，你也忘不掉我的是吗？当初你全是骗我的，对吗？我望进他黑红的眼中，大脑空了一瞬，一时哑然。忘不掉他吗？我曾遇到过那样惊艳的谢斐然，一腔爱意尤为浓烈，怎么会轻易忘记呢？谢斐然是顶级豪门世家千娇百宠的小少爷，而我是保姆的孩子，从小我就跟着妈妈住在谢家。家主和太太对我没有偏见，还让我和谢斐然一起玩，供我和谢斐然上同一所学校。我们是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，10几年里，家主和太太都对我很好，很多人都说我算是他们的半个女儿。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我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谢斐然。谢斐然太过耀眼，太过优秀，我很难不喜欢他。恰好他也喜欢我，我们背着所有人谈起了恋爱。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从小玩到大，关系好，从不往那方面想。直到谢斐然20岁生日宴会上，被别有用心之人下了药，和我发生了关系。醒后，家主和太太解雇了我妈妈，让我们离开谢家。谢斐然不同意，将我们在一起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家主和太太大怒，不仅将我和妈妈赶了出来，还逼我和谢斐然分手，退学远离谢斐然。他们允许他的朋友是保姆的孩子，但绝不允许他爱上保姆的孩子。我们并没有妥协，谢斐然离开了谢家，被断了经济来源。我没有听妈妈的话，坚定地选择了谢斐然。我们答应彼此要在一起一辈子。后来是我先食言了，我并不是妈妈亲生的孩子，她找到了自己的孩子，那个人患有心脏病，需要动手术。她哭着跪下求我和谢斐然分开，离开 A 城，只要我答应，谢家就能帮她。我无法拒绝养育了我10几年的人，答应了他。我演了几天戏，然后对谢斐然说我不爱他了，爱上别人了，并且我还怀了那个人的孩子。谢斐然不信，我又找了人来演戏，他信了，我们分手了。我离开 A 城才发现我真的怀孕了。思绪回笼，我看着谢斐然，他坐在沙发上，低头看着我，神色希冀，黑红的眸子里闪着期待的光，又带着几分害怕。我吞了吞唾沫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：是啊，谢斐然，我还是忘不掉你，当初那些也都是骗你的。话音还未落地，他突然吻住了我，冰凉的触感让我呼吸一滞，心脏颤了又颤。这一刻，谢斐然与于芝芝之间产生微妙的化学反应，彼此对对方的心动、爱意再一次发生碰撞。快要缺氧时，我们才分开。扭头一看，女儿站在门口，双手挡着眼睛，但指缝开得老大老大了，2只眼睛弯成小月牙，奶乎乎的，脸不红气不喘。放心，少儿不宜的东西我可都没看见哦。我看你是没少看。谢斐然眼皮轻颤，慢悠悠说了句：可乐，你已经是成熟的小朋友了，下次要做到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女儿思考了下，乖巧揣手手。好的，爸爸，我记住了，这次是我没礼貌了，我跟你俩道歉。那要不要我先回避，你俩继续？倒也不必，手机通信信号消失了，这意味着西城的通信基站坏了。我隐隐感觉我们应该等不到救援队了，况且谢斐然是丧尸，就算救援队来了，他估计也不能和我们一起进入安全基地。想到这，我的心情变得复杂。夜晚，破败凌乱的街道上，四肢僵硬的丧尸在游荡觅食，空气中弥漫着腥臭和腐败的味道。谢斐然走在尸群中，与周围浑身血污的行尸格格不入。他一身西装革履，干净整洁，行走间优雅金贵，仿佛是误入这个丧尸世界的神奇。他的眼眸闪着红色的鬼光，手上戴着真皮手套，握着一把染血的消防斧。从他身上释放的危险信号，令所有丧尸纷纷避之不及。大魔王又要出去猎杀了。这些天，他几乎杀光了城区里所有的变异丧尸，真是好可怕一个丧尸王。谢斐然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终于踏进了另一只丧尸王的领域。那只丧尸王瞬间感知到了危险，控制丧尸攻击谢斐然。谢斐然动了动脖子，看着嘶吼着张牙舞爪扑上来的丧尸，挥动着手里的斧头，像砍西瓜似的，一刀
一个小丧尸，很快尸体倒了一片。那只丧尸王见状，发出愤怒的嘶吼声，召唤了几只动作敏捷、行动灵敏、似乎具备一定思维的丧尸，嘶吼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思维敏捷的丧尸立马将谢斐然围住，朝他攻去。谢斐然眼眸微眯，杀意凛然，看准时机，一斧劈向正面攻来的丧尸，然后快速地跳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。丧尸们立马围上来，继续发起进攻。丧尸被砍杀，又有新的丧尸补上，接连不断。就在谢斐然专注砍杀丧尸时，那只丧尸王动了，闪电般扑上来，咬住了他的肩膀。谢斐然身形不稳，跌入了丧尸群中。天亮了，谢斐然倒在尸体堆中，一动不动。他身上有不少伤痕，鲜血染红了他的脸和身体。那把锋利的消防斧仍旧被他握在手里。他死了吗？并没有，他杀了那只丧尸王，吃了他的晶核，身体再次发生异变，他身上的伤痕在一点点自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谢斐然睁开了眼睛，他摇摇晃晃地从尸堆里站起身，一双黑红的眸子闪着危险的鬼光。他终于可以控制召唤所有变异生物了。谢斐然低头看着尸体堆，十几具尸体穿着统一的深蓝色衣服，衣服上写着 C 城救援队。从尸体的腐烂程度看，他们已经变异很久了。原来官方救援队不是没有来，而是已经死在了这里。半个小时后，谢斐然摇摇晃晃地走进某大型商场中，进了一家某大牌纯手工奢侈品店里，零元购了几身新衣服，然后又去了一家荒废的宾馆里，利用房间热水器里的水洗了个澡，换上了新衣服。突然，他察觉到了非同寻常的危险信号，朝着南边方向看去。昨晚谢斐然出去后，我便有种很不安的感觉。一睁眼，我睡得都不安生，频频被噩梦惊醒。梦中，我看到谢斐然为了保护我和女儿与丧尸群厮杀，伤痕遍体，最终死在了尸堆里。醒来，我浑身冷汗，一整夜我连续做了4个这样的噩梦。天快亮时，我不敢睡了，坐在客厅里等谢斐然，只觉得心里那股不妙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天光大亮，谢斐然却迟迟没有回来，而噩梦中的画面频频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开始慌了，害怕噩梦成了现实，谢斐然遭遇不测，回不来了。女儿见我一直盯着门看，知道我是在等爸爸，便抱着安慰我：妈妈，别担心，爸爸会安全回来的。这时我才发现我浑身抖得厉害，我点点头，嗓子哑得不像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女儿乖巧地坐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等谢斐然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突然传来动静，这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脑子里的弦也绷到了极致。咔嚓，是门锁被转动的声音。下一秒，门开了，是谢斐然，他回来了。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扑过去抱住了他，声音哽咽颤抖。谢斐然回抱着我，轻轻安抚。别怕，我安全回来了。我闷闷地嗯了声，只觉得今天他身上的血腥气格外浓烈，想必是遇到了极为厉害的丧尸。好在他没事，安全回来了。谢斐然说，他看到了官方救援人员的尸体。C 城即将迎来大规模的尸潮，我们得离开这里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谢斐然抱着戴着眼罩耳塞的女儿与我一起下楼，身后是8只丧尸帮我们提着行李。到楼下，我看到了一辆大型卡车，车厢里坐着大概100多个人，他们有老有少，一个个都直勾勾地望着我，我不免震惊，下意识看向谢斐然。谢斐然解释，他们都是 C 城的幸存者，我会把他们送到安全基地。我点点头，好。之后我们出发，谢斐然坐在主驾驶上开车，双眸发出红色的鬼光，所经之路丧尸纷纷避让，我和女儿则坐在他身后的位置。那8只丧尸坐在车顶，我们一路驶出 C 城，向东而行，那是 A 城的方向。路上我们遇到了小规模的尸潮，有一群人被困在了尸潮中，我看到他们的衣服上写着 C 城救援队，谢斐然，那是官方救援队。谢斐然立马控制尸群，停止发动攻击。救援队发现我们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过来，而是端着枪呈警惕作战姿态看着我们。你们是人类吗？我看着谢斐然说，阿斐，让我去跟他们交涉吧。谢斐然点点头，好。我们和救援队一起去了人类幸存者安全基地。巨大的门前挂着2个横幅，一个上面写着人类绝不向末世低头，国家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类，另一个写着我们终将战胜末世，重返幸福家园。门口播报着熟悉的喇叭声，欢迎来到人类幸存者基地，外来人员请登记信息配合检测，有伤口的人员以及变为丧尸有清晰人类意识的人员请走左侧通道。大家都觉得恍如隔世，很快他们都激动雀跃起来，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，一个个的不用喊，主动排队配合登记检测。至于谢斐然和他的丧尸手下，直接走了特别通道。谢斐然因为救了 C 城所有幸存者，又有控制召唤丧尸的能力，被上层领导特别批准组成特别救援作战小队，是唯一一支由丧尸组成的救援小队。后来他们成立一支传奇小队，因为他们救援的任务从未失败，他们在一次次任务中救援出了数不胜数的人类。2年后，人类消灭了所有丧尸，开始重建家园。官方生物研究所研发了丧尸血清，那些有人类意识的丧尸注射血清后成功变回了人类，成功率99.91%，唯一的失败就是谢斐然和
和他的8只丧尸手下，因为他们吃的是丧尸晶核，都发生过异变。于是生物研究所又针对他们研发了特别血清，最终他们都变回了正常人。人们一个个提着袋子，像撒化肥似的将消杀丧尸病毒的药粒撒在地上，再来一场场人工降雨，这个世界才算终于迎来新生。血清注入体内的那一刻，谢斐然能清晰感受到一股温热的力量顺着血管游走，将盘踞在4肢百骸的丧尸病毒一点点剥离。黑红色的眼眸褪去最后一丝鬼光，恢复成往日那般清冽的墨色，皮肤也从灰白重新染上健康的暖调。他缓缓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于芝芝泛红的眼眶，还有一旁扒着病床眼睛亮晶晶的可乐。小姑娘见他醒了，立马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，奶声奶气地喊：爸爸，你变回来了，和我小时候想象的一模一样。谢斐然抬手，指尖轻轻拂过女儿柔软的发顶，又看向眼前的于芝芝，掌心附上她的脸颊，擦去她眼角的泪，声音是失而复得的温柔：芝芝，我回来了。这一声回来，跨越了末世的兵荒马乱，跨过了人师殊途的隔阂，也弥补了多年前的遗憾与错过。于芝芝看着他熟悉的眉眼，再也忍不住扑进他怀里哭了出来。这些年的害怕、委屈、担忧都在这一刻尽数释放。谢斐然轻轻拍着他的背，下巴抵着他的发顶，鼻尖萦绕着他熟悉的味道，心底的空洞终于被填满。一旁的可乐撇撇嘴，假装嫌弃的摆手：哎呀，你们又秀恩爱，我都看腻了。不过算了，这次就原谅你们了，毕竟爸爸好不容易变回来。病房里的温馨与外面重建家园的热火朝天交相辉映。末世结束，人类迎来了新生。可这场浩劫留下的痕迹却不是一时半刻能抹去的。城市里的断壁残垣需要修缮，荒废的农田需要重新开垦，失散的亲人需要找寻。而谢斐然和他的8名手下，作为曾经的丧尸王与丧尸小队，成了这座城市里最特殊的存在。他们虽是丧尸转化而来，却在末世里救下了无数幸存者，是公认的英雄。可仍有少数人因曾经的阴影对他们心存芥蒂，背后的窃窃私语从未断绝。这天，谢斐然带着可乐去小区楼下的广场玩，广场上2个老人聚在一起聊天，见谢斐然走来，声音刻意压低，却还是飘进了他的耳朵：这就是那个丧尸王吧？听说当初杀了不少丧尸，可他自己也曾是丧尸啊，想想就膈应。可不是嘛，听说研究所的血清对别人都管用，就他们几个是特制的，谁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？万一哪天又变回去了，可怎么办？听说他老婆孩子还跟他亲得很，心也太大了。可乐把这一切听在耳里，小眉头皱成了一团，立马松开谢斐然的手，叉着腰走到老人面前，小脸上满是严肃：爷爷奶奶，你们不能这么说我爸爸，我爸爸是大英雄。末世的时候是他杀光了小区里的丧尸，给我们送吃送喝，还救了100多个幸存者。要不是我爸爸，好多人都活不到现在。小姑娘的声音清脆，引得周围的人纷纷看过来。那2个老人被一个小孩子当众质问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讪讪道：小孩子家的懂什么？我们就是随便说说。随便说说也不行。可乐梗着脖子，一脸不服气：我爸爸以前是丧尸，可他从来没伤害过人类，还拼了命保护大家。现在他变回来成了正常人，你们凭什么背后说他坏话？英雄不是用来被诋毁的。谢斐然走到可乐身边，弯腰将他抱起，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眼底满是宠溺与骄傲。他看向那几个老人，目光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我曾是丧尸，但我从未害过人。末世里，我做的所有事，只求护着我的家人，护着那些无辜的幸存者。如今浩劫已过，我只想和家人安稳度日。若诸位觉得我碍眼，我可以带着家人离开，但请不要诋毁一个拼尽全力守护过这片土地的人。他的话不重，却字字铿锵，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。末世里谢斐然的事迹早已传遍大街小巷，谁都知道这位曾经的丧尸王是如何以一己之力对抗尸潮，如何带着丧尸小队救下无数人。那老人面露愧色，连连道歉：对不起，是我们考虑不周，不该乱说话。谢斐然淡淡点头，抱着可乐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众人的夸赞声：谢先生真是个好人，当年要不是他，我们早就没了。他女儿也太可爱太勇敢了，不愧是他的孩子。可乐窝在谢斐然怀里，得意地扬着小脑袋：爸爸，我厉害吧？看我帮你怼回去了。厉害，我的小英雄。谢斐然低头，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，心底暖意融融。他知道，从今往后，他不再是那个孤身一人的谢家太子爷，也不是那个冰冷的丧尸王。他有妻有女，有了最珍贵的牵绊，也有了直面一切流言蜚语的勇气。于芝芝得知这件事时，正和谢斐然一起准备晚饭。他看着谢斐然熟练地切着菜，眉眼温柔，忍不住从身后抱住他：阿斐，今天的事委屈你了。
谢斐然放下菜刀，转身回抱住他，低头在他唇上轻啄一口。有你和可乐在，何来委屈？况且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话虽如此，可谢斐然终究是谢家的太子爷。末世结束后，谢家的人便找了过来。当年丧尸病毒爆发时，谢家举家迁往国外的安全区，如今局势稳定，便立刻派人回来寻找谢斐然。谢家老爷子亲自登门，看着眼前褪去丧尸痕迹、恢复如初的谢斐然，老泪纵横。我的乖孙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谢斐然扶着老爷子，神色却依旧平静。爷爷，我现在有自己的家了，芝芝和可乐是我的一切。老爷子看着一旁的于芝芝和可乐，眼底闪过一丝复杂。当年他是反对谢斐然和于芝芝在一起的，可如今亲眼看到于芝芝陪着谢斐然走过末世，可乐又这般乖巧可爱，心底的芥蒂也渐渐消散。可乐眨着大眼睛，甜甜地喊了声太爷爷好。一声太爷爷，把老爷子的心都喊化了，当即拍板将谢家在国内的所有产业交给谢斐然打理。谢家的支持让谢斐然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如虎添翼，他利用谢家的资源出资修缮城市的基础设施，还成立了慈善基金会，帮助那些在末世里失去亲人、无家可归的人。他的8名手下也在他的带领下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，他们有的加入了城市安保队，守护着城市的安宁；有的投身于建筑行业，为重建家园添砖加瓦；有的则成了救援队的教官，将自己在末世里的战斗经验传授给新的救援队员。他们不再是人人畏惧的丧尸，而是堂堂正正的人类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。